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right in my head. I've got the BP spirit right in my head to stay. 各位伙伴大家好，今天的日期来到2026年1月14号，我们今日的讲师汪晨甫已经来到线上了，那我们直接来邀请晨甫来为大家开讲咯。好，请。嗨，大家好，好久不见，那个北学院的收视们。你这边有简报吗？哦，没有，因为我有比简报更棒的东西。好，太好了，那我就直接就交给你来控制了，好吗？好，这是我们的网站啊，谢谢。分享一下那个世界大陆营到底需不需要准备，以及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会有什么样的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件事情。OK， 大家有看到今天的那个标题？我看一下哦，我自己要找一下我的标题。好，第一个标题呢是这个早起的鸟有虫吃，还是1年半，所以还早得很这样子。OK， 这是第一个层面的，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么早开始来准备世界大陆营？那老实说，这个真的没有标准答案哦。然后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我有一个完成100月的朋友，他下礼拜要去爬玉山哦，他需不需要做准备？需要啊，但他需不需要准备太多或太久？实际上不用，因为大家知道玉山在100月里面是一个很入门等级的路线哦。但是我另一个同事，他3个月后也要去爬玉山哦，然后春暖花开了，不像现在还是雪训，所以轻松很多。3个月后要去爬玉山，但是他平常压根没在运动，那他需不需要准备？哦，所以如果一个活动最基础的安全需不需要准备这件事情，或要准备多久，可能要看个人的能力到哪里，这差异会非常大，所以这真的没有标准答案。有些团或有些伙伴，他的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去适应世界大陆营，也许有一些并没有。我举个例子，像我认识一些小朋友，他们学校他高1的时候，他去挑战那个撒哈拉沙漠骑脚踏车14天。所以你说这些孩子对于谢谢，好，嗨雅玲嗨，谢谢。然后这个是，所以这样子的孩子他去适应世界大陆营，当然相对会容易一点哦。所以各团真的差很多，所以团长要做的是先判断自己的孩子目前是属于什么样的程度。如何判断呢？我们大家一起来想象一下世界大陆营的画面。那第二个，所以你说究竟要很早开始准备，还是要可以慢慢来，就是见仁见智，以及看你自己所带的孩子跟你自己的状况。如果我今天只是个单纯的 IST， 以我个人对于长天期活动或海外国际活动的经验，我可能3个月或半年前我再开始准备，就是我个人啊，如果是我自己的话，那只当个 IST。那也许有些团他们平常有很扎实的训练，所以也许可以。那有些团可能他需要起步早一点。那另外一个 issue， 今天的另外一个 issue 就是说，这究竟是个嘉年华，还是说一场深度的教育冒险？这也看每个孩子或团长为他设定的目标是什么。如果今天他的只是想要出去玩不出事，上很简单，就是把安全身体顾好就好了。至于收获到多少，反正他就是走马看花进大观园，然后什么都碰一下。
OK，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视作一场童军的成果验收，童军阶段的成果验收，或者是它是一个很值得进行的旅程，可以趁这个过程培养出他一些好的习惯、好的特质、好的各方面的学习能力，或者是打开他的心胸跟视野，那也许需要多做一点准备。我认为去世界大陆营，的这一段的准备才是真的很难训练的。不一定要谈论很高深的话题，什么 SDGs 啊，然后食物的问题、水的问题啊，不一定要谈论这些，说不定你谈论这个也没有人接得上话。但是你也可以谈论一些很有趣的啊，亚洲的什么动漫啊，然后你自己打的电动啊，然后你每个月付钱打电动，然后你付多少钱得到什么成果啊？你可以把这些事情讲得很透彻、很有趣，或者是很深入，人家也会觉得你很棒。或是流行文化，或是球赛啊、棒球啊，这些有很多世界共同的语言的运动赛事，所以事实上不需要很高深的话题，也不需要很难的话题，而是你切身相关有趣的话题，自己有没有办法聊得很深入，或是有所以换一个角度想，就是这个孩子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人家交流，他甚至可能连讲中文都不太会聊天的时候，那如果你希望这趟旅程让他有很深度的收获，需要养成一些习惯，那可能就必须早一点准备。但如果他家花得起，然后他自己也没有设定什么目标，他的团长也没有为他设定什么目标，那确实是不太需要的，他就是能够在那个场域好好的活下去，不生病就行了。因为他的这个钱花的比较，对不起，我的那个灯，我最近帮女儿买了一个那个要做端正的灯，所以她一直提醒我调一下高度。好，然后所以这种事情是真的见仁见智，以及你自己把目标设到哪里去的问题。OK， 所以那我们今天就先来讲一下说，有关世界大陆营，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在安全的部分，我们有几个面向来讨论，或是来一起参详说，然后各位家长还有团长或者是带团的服务员，你们可以来评估一下你的孩子需要到多高强度的训练。那如果你的孩子平常就是这种训练的，然后驾轻就熟了，那你们的训练步调就也许慢一点。OK， 好，那所以我们就从我们的大家有看到我秀出了我们的大陆营的网站，然后第一个最重要的时程就是，这是个噔，好，请问我这样子的字会不会很小？会不会有点小？会，可以再大一点。你的画面有机会的话放大一点。对，好，这样子很好，很好，好，谢谢。好，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扣除什么前后旅游、睡饭店那些时间，搭飞机的时间，就是7月29号报到，8月9号离开，所以7月是大月，所以有29、30、31，然后加9天，所以前后有12天，11个晚上，这是大陆营的第一个面向，它的时间很长。那时间很长呢，它就可能会有一些风险它可以从生理的层面，也可以从心理的层面来讨论。我们先从生理的层面来讨论。我们团自己有时候我们的服务员刚加入童军幼童军的服务员，他们在春令营2天1夜、3天2夜的时候呢，他们常常也会有一个迷思，就是3天的活动我带2件内裤，5天的活动我带4件内裤，然后就够了。然后或是你不想大便或你大不出来没关系，忍一忍，明天你就回家就可以大，后天回家就可以大了这样子。或是洗澡也是，就简单随便洗一洗，然后一个人就是3分钟，你快点进去有冲一冲出来就好。但这时候我们都必须要第一时间去阻止他这件行为，因为这样是一个生存的方式，但是这样没有训练到孩子什么东西，没有训练到他能够自理，没有办法训练到
他能够维持很好的身体清洁，所以您得先去想一想，您带的孩子他平常在团内受到是哪一种风格。如果他是前者，就像我们团的幼童军的春丽营偶尔也会犯这个错误，他都是赶快撑过去就好。当这个活动放大到5天4夜、8天7夜、12天11夜的时候，肯定会爆掉。你不可能10天9夜不大便，你2天1夜可以撑。所以回到这个孩子平常受到的是什么样的训练，他有没有学会在露营期间可以很安心的自在的洗澡，然后上厕所、喝水、洗衣服等等，这些都是。所以那他的解决办法是什么？第一个，从现在开始他的训练就加入这个环节。但是我知道有些团有些队它是综合跟组合的，他不太可能是让为了这2、3个要去世界大陆营的孩子改变他全团的训练方针。所以就变成分团的行前训练的时候呢，必须去强调一些这样子的事情。这牵涉到了就是生活习惯以及打包，他要带多少东西，他到底带12天，他要带11件内裤吗？这是个问题。然后或是他要带纸内裤吗？纸内裤是解决了换洗衣服的问题但是或纸袜子，但是等一下来讲讲，它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OK， 那所以呢，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把你的身体清洁给照顾好。那第二个就是在露营期间过于亢奋或是压力大，我们团自己也有孩子，他每次到露营就吃不下饭，然后就很容易吐这样子。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孩子要去参加世界大露营，他3天2夜可以靠流质食物，但是他12天11夜肯定没办法，你必须要想办法让他克服，不然他就真的不适合去，或他的风险就很大，无法正常进食的孩子。OK， 那除了身体的整洁，然后饮食，这些就是牵涉到他的健康所以常常饮食的长天期活动的饮食，它可能会有的就是不够，因为食物吃不惯，所以它可能或是不够均衡，它就没有足够的维生素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可能的话那你就得想一想，说我怎么帮他克服，比如说什么维他命 B 群啊什么之类的每天叫他自己带，因为你不能喂他吃药嘛，也不能喂他吃这种保健品，但你可以提醒他自己准备嘛，等等之类的所以我想这个都是在短天期问题可以用应急，到长天期就会凸显出来的这些最基础的生活习惯，大家可以去想一想说 OK，我的孩子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然后有什么样的经验，然后我应该去开始提醒他们哪些事情，以及做什么准备那这个还只是生理的部分然后包括剪指甲啦，包括洗头啦，这些都是。事实上心理也是会有一些问题的在过去世界大陆营比较没有年龄限制，有些比较小的孩子事实上他们会容易想妈妈或想家，尤其在某些情境下，在活动的在第4、第5天开始，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那么到了营队的尾巴呢，他就会开始不想要离开，他要跟他的好朋友分开了，这个很棒的梦幻嘉年华要结束了，不想回家等等，所以他前期跟后期的心理状态会是不太一样的那你必须协助他去克服，以及他们需要面临的就是，如果有人开始吵架，但不能够很快的修复或是走过去的话呢，那么整个营队的接下来，他们都会变成整个团或者是小队的未爆弹或者是男女朋友交到男女朋友，然后在活动中的第3天分手了，打电话回来给妈妈，打电话回来给在台湾留守的团长，这些事过去都曾发生过。所以如何预防这些事情，或是如何让整个团队建立的风暴期在台湾就发生这是关键呢，这是我个人觉得很关键的。所以我们面临的第一个大陆营想象就是长天期，然后生理的心理的如何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来达到一个安全的这些都还不包含你去参加比较长的活动，比较挑战的活动，
然后比较冒险的活动的那些建设没有，就是单纯的在那个地方活下去的基础。你想想看，您带的孩子有没有长天期的经验？有没有固定洗澡的经验？有没有固定洗衣服的经验？有没有固定上厕所的经验？有没有能够很好照顾自己生活作息，按时间睡觉，按时间起床的经验？所以那你就知道你应该要去加强哪个部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大家想要第一件事情就是长天期。OK， 因为这种长天期连在台湾的登山界就很少，除非你去走这个什么百岳的4大障碍大南山段，你可能会到9天、13天，不然台湾也很少有纵走是需要到10天以上的。这是我想要分享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来看看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准备去波兰语言第1门装备关于世界大陆营。什么是世界大陆营？什么时候举行啊？我刚刚应该直接来这一页的。好，我们的地理位置呢，看到这里，OK， 在这个地方 ，OK， 波兰，然后在北海的沿岸的一个岛上，所以呢，它的日照比较长，然后这个地方比台湾冷一点，然后呢，它的降雨量比较少，所以比较干燥。OK， 这几个关键的讯息，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说 ，OK， 它比较冷，有多冷？夏天大概14度到25度左右，温差稍微大一点，但也没有真的说到5度、0度这种，像2019这么严苛然后日照比较长 ，OK， 那么它会发生什么嘞？第一个是有太阳的时候很温暖，然后没太阳的时候很凉还不至于到冷，但很凉。下雨可能每2天下一次雨，以前看到的记录。谢谢雅婷帮我们贴了一个很棒的连结，谢谢雅婷。果然是雅婷做的网站太棒了，好，谢谢雅婷。好，大家看到这里有一张我们自己抓到的，之前抓的这个然后雅婷很贴心的，你看旁边它现在如果是现在是有零下2度，好 ，OK， 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气候呢，那相对于台湾，尤其是中南部的孩子呢，就会觉得这可能很冷哪怕白天不觉得很冷，洗澡也会觉得很冷我今天刚从屏东回来，老实说，屏东跟台北的温差就很大，所以如何让孩子在有一个气温14、15度的地方可以睡觉，要么你就是在冬天跑到一个中海拔的地方，要么就是在夏天跑到高海拔的地方。但高海拔的地方呢，它可能伴随着一点高山症的风险，那我们实际上这一次不需要克服这个，所以我会认为说，在冬天的时候到一个1500、2000公尺的地方去过个几晚是不错的所以但是如果你们的孩子已经做过很多次的异地训练啊，然后或者是平常就有很多的百岳级的登山活动的话，那事实上也许这块就不需要所以就还是回到看各团，因为最好的学习就是体验，直接给他试一次，在那样的地方，冬天在亲近农场洗澡，他可以克服，他到波兰就克服了。对不对？那也有亲近农场是中部的，如果北部的话，你可能是什么拉拉山啊，中部可能有溪头啊。记得要让他们睡帐篷，不要让他们睡阿里山宾馆这种地方，要睡帐篷。他就一次就体验到他的装备合不合格，包括他的睡袋、睡垫、他的技巧。对于大部分台湾的伙伴，我猜最大的挑战会是他们的露营经验常常只在学校。我们在第一次团长说明会的时候，我们尽可能挤出一个大家容易的阳明山苗圃或是什么新龙岗这样子的，稍微不是这么的学校了，比较一个童军营地规格，但是他们离真正的野外都还非常的遥远所以
去试试看，我会鼓励大家去试试看。你如果可以冬天在海拔1500公尺左右的地方，2天1夜、3天2夜的露营处理得很好，那你在波兰我相信可以处理得很好。要洗澡，要换衣服，不是又忍一下2天过去回家再大便的那种哦，那个是不行的哈。OK， 大家想哇，这个有这么严苛吗？但是它也没有很严苛，说实在的，只是跟台湾童军活动的习惯跟主流没有那么接近哦。但是这些依我们过去的经验，这个效果是很好的。总而言之，就是那个环境是怎么样，然后先去体验看看，那大概就可以心里有个准备，问题就会少很多。OK， 这个是关于那个地理位置的。那日照长上有很多好处啦，包括你洗衣服比较容易干呐，然后它的降雨量很低，虽然每天下雨，但是下个雨然后一下就干了。OK， 所以我觉得在地理位置上呢，这是一个选择。然后它的夏天的风还蛮大的，靠海边，大到什么地步呢？他们有特别交代要用很长的银钉，你的帐篷才不会被吹走。所以我相信他的衣服是没办法挂在外面的，或是你要有很好的晒衣夹跟晒衣架的系统，要不然你就可能挂在你的帐篷内，但是因为相对很干燥之类的。总而言之，就大家去想象说，在这样子的环境中，尽可能在台湾复制，然后你能不能很优雅的享受露营？可以，那你去波兰肯定就没有问题。这我们常在做的风险管理就是去设想你遇到的情境，然后你确实可以在那个情境下顺利的解决。那团长们一定需要，因为你如果没办法在那个环境下顾好自己，你根本没办法顾小朋友，团长很容易就失温啊、病倒了这样子。OK， 这是我想要分享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关于天气之后在它的地理位置。再就是第三个我想要分享的是它的环境。它的环境呢是一片很大很大的玉米田，所以你可以想象很大的玉米田，那个地方除了玉米，它的原生动物就会有很多的类似像果蝇啊、小虫啊，然后苍蝇啊，各式各样的蚊虫，以及很多的田鼠，这个一定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你的露营习惯要能够克服这些东西。第一个是原生物种，你要能跟它和平共处，并且了解就是它比你还早住在那，然后我们是外来者。OK， 那你能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好的来露营？所以这个跟台湾的一般的露营场可能也会有点差异。OK， 那第二个部分呢，它是很大的玉米田，所以代表它有很好的灌溉系统。它有很好的灌溉系统，就意味着它会有很多的沟渠，或有一些大型的沟渠。这个我们在现场确实也是有看到的，是有这样子的东西的。所以它的蚊虫是跑不掉的。那你要怎么克服这件事情？克服不是除了舒适之外，更基础的是会不会又有人被叮到完全受不了，然后或是很容易就起疹子啊、过敏啊，那或是在帐篷内只有蚊香，在空旷的地方够吗？需不需要电蚊拍啊，或者找超大的蚊帐啊等等，大家可以自己去思考这样子的东西。当然某些东西总团部也有一些想法，但是就是我们去设想那个环境。那再来是玉米田，玉米田什么叫做一个良好的玉米田呢？那个雅婷可以拜托你再帮我找一下有没有那个场地相关的网页吧。然后我刚刚是忘记把它切到气候那一页的。好，谢谢雅婷。下营地介绍好，等等我要换一个分享其他萤幕画面。分页1、2、3、4， 1、2、3、4，这个是吗？好，分享好，改成分享这个画面，营地介绍。OK， 所以一大片玉米田，然后临时的，所以它没有固定的太多的现有的建筑物，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呢，你可以想象一个好的玉米田代表什么？它有很肥沃的厚的黑土层，所以呢，它平常可以长出很棒的玉米，然后下点水之后呢，它就长出很好的草。但是在很大量的人去踩踏的时候呢，它就会变得很泥泞。这是一定的，再好的草皮，4万人整天在那边踩来踩去，肯定就会变得很泥泞。
只有比如说它是永久的营地，或者是比如像2015，他那个给 IST 住的是在沙土上，但那个风一吹就是到处都是很脏的风沙啦，东西都弄很脏。OK， 这一次就是玉米田，所以呢，你势必会遇到下雨，势必会有一些泥泞只是干得快，哪怕原本有草也会慢慢被踩不见。所以在台湾后来比较少团在使用的一些传统露营技能，可能要复习一下吧。比如说吊帐，或者是每2、3天你的帐篷换一个位置，让下面的草去修复一下哦，以及在下雨的时候你怎么处理你的营地，跟你如何保持你的卫生。OK， 那这个活动呢是没有公车的哈，目前他说是没有公车，就是走来走去可以到所有地方的。它的场地也不允许有循环巴士，目前，所以呢，就是得走。那大家一定听过，就是一天走个10公里是基本，不管你是任何的角色，一天走10公里几乎都是基本。所以这样子的场域中，你如果使用的是免洗的内衣裤，一可能厚度不够，二有可能是很快它就会因为你大量的流汗，所以就磨破了。OK， 所以是不推荐的，好的，那在大露营结束后，这片田地会恢复耕作哦，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就算你有使用农药或杀虫剂除草，也都是最低限度的，然后同时不会有任何永久性的建筑物。所以你想要有大型的燃烧锅炉、热水洗澡这些想象都是没关系，可以直接打消这个念头，就是没有。哪怕他给你热水，大概也是太阳能的，或是一点点的。然后，那什么样是热水呢？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人的体温37度嘛，所以我们平常洗澡的时候37到39度就是很舒服的温水。然后有些人泡温泉到40度上下。哦，那打开自来水啊，打开自来水，有人知道打开自来水大概是几度吗？有人能回应我一下吗？看一下，我今天在查了一下，好，自来水可能大概20度左右，15到20度，地下水会冷一点，然后打开自来水可能稍微热一点点哦，然后冰箱的水大概是4度左右。OK， 所以你大概想想，如果你今天到了晚上又没有热水的，气温又是15度、18度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个很扎实的冷水澡，再加上风大。OK， 那你如何在这种环境中洗澡，并且快速的玉米田？好问题，好，谢谢。那个他们有说要接这个城市的公共水源过来哦，因为2015呢是用军方的供水哦，然后2019美国它那个是个永久的营地，所以打开水龙头有水。2023是用地下水，但是后来出了很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好的合格的饮用水或生活用水。你用2023的后期，你只要洗澡你就会生病，几乎啊，哦，那所以在这一次波兰呢，他就有强调说这是玉米田，他们会接一些临时的管路过来，哦，来接这个跟公共用水系统连在一起。实际上他们已经有过这样子的经验了，他们在过去曾经办过这个15000人的露营，在同一个场地做预备，然后呢，岛民的水压就下降了非常多，所以岛民就跑出来抗议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他们确实是有技术也有能力把这个水跟岛民的自来水是系统连接在一起的。第二个是他们说他们要去跟政府谈，要加大这个水压，以及他们要做预先的储水这样子。OK， 谢谢，这是非常的好问题，谢谢罗团长。OK， 好，那在这样子的环境中呢，如何去洗澡，然后让自己不会感冒，尤其是女生长头发洗头，那吹风机这种东西是肯定没有的。
因为电源非常有限，连手机的电源都不保证能够充裕的情况下，所以更没有吹风机这种选项。第一个它太耗电，第二个它的电压太高了。它是电压还是？对不起，我这个不太了解。我知道就是如果你不当使用，它就很容易跳电，所以大部分的学校也都禁止你使用太多连续插太多次的吹风机。OK，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需要去克服的。OK， 所以我们先从刚刚讲的天数，然后它的地理位置、气候以及它的现场环境，你就可以想象 ，OK， 有这些东西，如果能够初步的克服，就可以获得初步的生理上的健康安全。当然这初步的，当然后续还有很多，因为包括饮食的控管啊、睡眠的控管啊、补给水分的控管啊等等这些东西都还有其他影响。但是我们光就先从这3个面向就想，事实上就我自己的在总干事会议或是各个大型活动场合，向各个县市的资深团长们请教，台湾的童军目前参加世界大陆营，它比较偏向一个较高强度的挑战，但是这个挑战的要跨过去不会很难，只是因为过去没有这经验并不是今天要教大家背了18公斤，然后去走7天80公里这种 hiking 的 backcountry 的挑战，那个真的有点难啊，那个训练强度要很高。但是大陆营的话是，你去尝试了有这个经验的，你大概就安全了所以这个是我想要今天跟大家分享说，我们可以如何准备世界大陆营，以及世界大陆营到底需不需要准备，那就各团依你们各自的状况见仁见智。那每位家长实际上也可以依此，因为我知道我们这次就是希望所有讯息同步跟家长、跟各县市的干事、各园团的服务员、团长以及所有人在网络上公开嘛。所以我相信这个影片之后也会这样子公开，所以大家可以去想想说，刚刚那样的环境、那样的时间、那样的气候，我的小孩有没有这个经验，以及如果没经验，我能搞定吗？大家依这个去标准，你就会有一个很明确的准备方向，自己知道该准备多少东西。那再来有更多的细节的部分就留在我们的 CMT 有一组人专门会提供这样的教材，然后来协助分团长。那这些教材也会放在网络上，所以同时代表这些教材提供给所有的家长、所有的园团团长都可以当做使用。那就让我骗一下等级率，让你们之后来点这个东西。那我今天就不要讲太多了。然后志颖，我有个问题，我只能讲半小时嘛？原本让我发现我的话太多，请不用烦恼，王府已经半小时了。觉得最佳的就是适合把你今天想要传达的讯息是多长，那我们就开放多长，这样好吗？好，麻烦你咯。线上的人好像有稍微变多一点，好，一定会是如此的，有少一点的时间是没空的，他们会陆续上来。好的。好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们有像大陆营，它有个团队是有搞电力供应的，但是它的电力应该是主要在医疗啦，然后路灯照明啊，然后以及厨房、餐厅等等必要的运作垃圾处理的、资讯处理的，然后营地的布局无障碍。我听说他们会在排水沟上盖很多的小桥，但是我觉得方便行走跟过那个排水沟啦，它避免你用跳的，但是并不代表你乌漆嘛黑的你就走在旁边不会掉下去。OK， 然后营地地图的解读这些大家都没事就上来看，然后每个礼拜至少比率也不错。好，那营地的步行性，这个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本次大陆营设计有一个可步行的营地然后虽然 IST 国际服务队比较晚，有可能就要往营区外会有交通工具，但是在营地内呢，大概就是这样你走来走去 OK， 然后不是一个巨大的城市，一个规模稍大可步行的童军营地这样子 OK。 好的，这个是有关第一个部分，就是我想讲的说要准备多久，然后
希望大家可以及早开始规划了，哪怕小朋友没有及早开始训练，因为我知道有的团应该是就是好几个不同来自于各个地方的组合的，或甚至一个小队里面都有2、3个团。这也是为什么当初要请大家尽可能去找说价值观相同、理念接近，并且你在地域上接近的人组队这样子。所以我会建议这一次大家应该不一定要以整个分团为单位来去做行前准备，可以用这个比较小队的方式，然后如果原团有兴趣，也可以加入这样的活动。没有去世界大陆营的伙伴觉得这种准备是不错的。那当然，刚刚讲的事实上都是否这个露营期间，事实上我知道有些团他们的服务员去设计很棒的自助旅行计划，让小朋友自己去排自助旅行，或在每一个城市就是以小队为单位的放出去。我觉得这也很棒，但是这种事情也必须要训练，比如说，治安的问题、扒手的问题、交通会不会辨别这个交通大众运输看得懂？我记得那个童军有那个什么看得懂火车时刻表嘛，对不对？之类的这些技能是真的会用得上的，只是它变成是看海外的。那你说哇，这会不会很难？不会，你早点上网做功课就不会很难。OK， 这个是我想要分享的。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如何要不要它究竟是一场冒险呢？一场嘉年华大拜拜很棒，然后但是如果是一场童军的冒险准备的过程，这个过程我觉得也很棒，但就端看这个各团自己的需求跟能力。但我想从另一个，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团的团长嘛，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大家来想一想，就是说家长希望得到什么？家长希望他的孩子得到什么啊？事实上就是家长希望得到什么啦。因为我现在看我女儿，我就体会到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啊，所以事实上那个就反映是妈妈觉得，根本不是小孩子觉得。只是说我觉得小孩子需要是来包装，就反映事实上就是妈妈觉得 OK， 所以现在家长希望得到什么，或是你帮他塑造了什么样的前景，他会愿意更加的投入跟支持小朋友去参加世界大陆营。我们设想一个可能性如果今天你可以主张参加世界大陆营的小朋友成绩都变好了，哇，这个会很可怕。这个他一定把全班亲朋好友通通带来参加童军团，对不对？所有团长都希望自己的人变多，但你能够这样主张吗？很难啊，但是有机会啊，对不对？辅以什么样的人成绩会变好？好的作息，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学习习惯，养成学习然后能够自主学习。哪怕这个孩子起步比较慢，然后他的天赋不是点在学习上面，只要他有好的学习习惯跟定期定时的学习，你觉得他成绩会不会变好？事实上要从30分进步到60分真的很容易，真的容易，可以的。那什么样的东西？你说我们已经小朋友从小到大都是你每天都要写作业啊，每天都要复习啊，所以你叫他每天都要准备，事实上很没有说服力啦，除非他有动机，除非他有他喜欢做的事情。所以如果可以把准备世界大陆营变成是一种有趣的事情，是一个愉快的事情，跟是一个包装，辅以一点点的压力，因为大部分的孩子你太早让他放飞自我是没有用的，是就真的放飞了。辅以一点点定期的检核或是压力的时候，或是当同侪都往前走的时候，那他有可能会被拉上来，或有可能他慢慢养成这个习惯。当然我知道有很多团长都是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所以我们也知道事实上国中跟高中阶段已经错过了培养习惯的黄金时段了。然后我看过说可能是3到5岁是培养什么，然后小学4年级以前要培养什么，如果真的想养成习惯的话，国中生已经太晚了，但是太晚总比迟到总比不到好啦。所以我们团自己的实验，我们真的是看到有
当我们把所有的长天期活动绑在这个平常的准备要达到一定的比率上的时候，确实有蛮显著数量的孩子他的成绩变好了。那最显著的就是从不及格变及格的，以及60分变到80分的。但是这东西在90分以上，老实说不显著。就我们自己有限的样本数来看的话，还真有一点效，只要他有认真落实的去做行前的准备。那比如说每2天要运动1次或3天运动1次啊，背单字啊，然后干嘛的啊这样子。OK， 那另一个常见的问题就是我的小朋友没有时间，他国3了。那我们常见的问题就是，他也确实真的没有哦。然后他在某个，比如说像这个时段，他们是应该要全力的去冲刺他们的升学，国中升高中，现在应该也是差不多嘛，对不对？然后之后还有高中升大学嘛，5月底、5月之前，大概这个都是很忙的，可以理解哦。但是要适度的取得平衡，这可以视作他的一个休闲活动，或是你如何让他觉得这是他的一个休闲活动，每2个礼拜得到一点喘息哦。我们长期下来的观察，不是我个人，而我们团全部的人一起长期下来的观察跟统计哦。他如果说他要去补习没来参加团集会的那些伙伴哦，成绩都不太好啦。为什么？他如果团集会这2个小时加交通前后各1个小时，这4个小时，他平常有好好念书，真的不差这4个小时。他平常不会养成习惯好好念书的，这4个小时在补习班大概能够拉的也很有限。这是蛮残酷的。那我自己也是一个家长嘛，然后所以我很深刻的体会到这种事情，就是他是不是有那个好的习惯跟好的分配时间。他说因为我要考试了，所以我没有来，那就代表什么？他平常没有念啊，他平常该念都有念，怎么会考前差2个小时？对不对？所以通常真正的优秀的孩子是真的没有影响的，几乎都不需要停团，然后都考得很好的。反而就是有点不上不下的那些，有点想要坐得住又坐不太住的呢，就没很容易跟被学校拐走了，家长也担心，在老师的恐吓之下，我们甚至有国手他能够同时准备亚洲级的比赛，同时准备升学，然后还同时能够把大陆营准备得很好，国际活动准备得很好，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运动员，然后非常的规律，然后成绩也念得不错，所以我觉得规律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重要。但我知道他就说那可是你们团很久，那我想万事起头难，如果各位团长如果可以在这一次的训练或是行前准备弄出1、2个典范人物，不用大面积的或是很多的样本，你至少有1、2个标杆人物可以作为后进团员的模仿对象的时候，我想未来在招生在对家长上的沟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应该要把这个视作一个很好的契机，发展童军运动的契机，而不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那为什么我刚刚讲的是说他出去交朋友见世面的这些事情，但为什么我刚刚一直在讲成绩嘞？因为在台湾这个社会必须很现实的，就是大部分的家长都觉得小朋友成绩不能太差。大部分家长都说我对他成绩没有太大的要求但是不要太差就好。但是那个不要太差，通常也都不差。我们团有个服务员，他的小朋友他才刚上小学他数学考80几分但是他妈妈就很紧张因为他觉得因为全班大部分人都考85分以上90分因为小学的数学很简单嘛。但是我们那个就好紧张这样子。OK， 那我们当然也只能协助他协助他，并且表示同理跟理解。OK， 所以呢，这是我想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所以我觉得成绩是一个好入手的阶段。当然，如果呢比较开明或是也愿意认同的家长呢，事实上就是如何培养小朋友对不同事物接受的程度，他可以很自然的广泛去尝试接受差异很大
的事情，那比如说包含食物啦，然后包含听到新的故事啊，看到不同的文化，说哦，原来还有人这样做的，或什么这样子的。OK， 他可以很自然的接受，然后开始去理解的话呢，那各位团长你们就真的很棒，因为这样子的孩子去世界大陆营，就是贝登堡先生当初在1920年的时候举办这个活动。实际上他不是举办啦，是有人叫他办，有人提议，然后他当然他觉得不错，他就叫大家一起办的这样。他的目的就是透过彼此的理解、认知，然后来消弭这个误会，然后促进世界和平嘛。OK， 所以 OK， 那要交到朋友，所以就是你对很多事情保持开阔的心，不同的国家的游戏，不同国家的礼仪，甚至不同国家的生活习惯，比如印度人或者什么不同国家的人啊，体味也不一样啊，对不对？当然你可能会想把自己弄得香香的，但是你也得接受哦，原来每个国家对香味的差异定义也挺大的。OK， 如果你的小朋友可以透过事前的理解准备，然后开始慢慢习惯接受这样的事物，那我相信他未来一定就是很容易学习跟接受新事物的人，会是台湾未来需要的人，那他自己一定也会很优秀这样子。OK， 多场，所以现在9点46，我们先来开放一点，有没有人要 Q&A 呀，或者是想要如何？指引没有人要。没有吗？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一定又是害羞了。我们台湾的伙伴目前呢，就是我看到的状态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这样子好了，我们一样就是先来合影，好不好？我看一下，先来合影好吗？好，各位伙伴，我今天居然太放松了，连领巾都没放哈。好，大家镜头开了吗？稍等我一下哈。先取消这个部分。好，大家好。如果您会去参加世界大陆，不管是以 IST 的身份或是带团服务员身份的话，你可以比如说按个爱心或按个赞之类的嘛。好，按个赞，这一定要按。这是谁？黄威是黄威是不是？等一下。哑铃，所以哑铃是带团的服务员还是 IST？ OK，KC Scouts，OK， 然后Lucy， 好啊，现在，所以我们现在有多少？有多少个人举手了？大概8、9个。8、9个是吗 ？OK， 好，太好了，所以大家就是2027嘛，哈，有机会2027见。好，那各位镜头都开好了吗？有没有反应都很快的？Lucy 来。有什么话要说的？东西在举手。没有，就是说举手有没有要去大陆营？OK， 所以这样又再加一位是吗？好，谢谢。那都开镜头了吗？各位，有没有要开还没开的？我看到露露，好，看到我们熟悉的伙伴哈。好，一样哦，那我照样就把灯面关掉。把什么关掉？把网站，网团先把网站关死。网团的网站现在开着，好。对。好哦，那现在都有了吗？好，现在不能开是吗？好的，那好，下一次各位如果发现你镜头不能开，那没关系，你就把你的大头照哈，就是直接换成大的照片好了，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来看我这边哦，我先用相机拍一张一下，3、2、1，好，那再就快速拍一张，3、2、1，这样好，那谢谢各位，我们。谢谢观赏贝学院讲座，喜欢请按赞、订阅、分享，请给我们鼓励及支持。